女性身上最厉害的一种气质，一定是法道之气。今天的分享是给所有渴望觉醒的女性的福利。你能刷到，说明你的内在力量正在召唤，你是有福之人。如果这篇内容触动了你，请在心中默念或回复一句我会越来越好，为自己的蜕变下一个坚定的订单。正所谓王者伐道，这4个字过去形容的是帝王的雄心壮志，从来没有人会把它用在一个女人身上。但你要知道，真正的力量感，男人需要，女人更需要。这股力量就是法道之气，它由3种根基构成：健壮如树的生命力，坚韧如钢的意志力，精勤如风的行动力。作家阿兰德·波顿说过，想要恬淡平静地生活下去，只需要相信生活永远不会一帆风顺。这话听着丧气，却是极致的清醒。生活这场修行，就是让你先做好最坏的打算，然后才能迎来最好的发生。智者与凡人的区别就在于此，凡人被不顺和不公拖入泥潭，而智者能把这一切都转化为自己登天的阶梯。你要坚信，世上一定没有永远的成功，但可以有持久的不败。即便现实的牌局输了，只要心里的那团火不灭，你随时都能东山再起。这就是新的力量。愿所有的女性都能彻底放下那个等待被拯救、被安排的依附者身份，用真正的王者心态，亲自执笔，开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剧本。如何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法道之气？看他身上有没有这4个特质。第一，绝不是一眼娇弱，而是自带英豪气。这种女人不是在蜜罐里被娇宠出来的，她们的气场里天然带着一股压不住的英气和豪情。有道是，艰难困苦的女性往往走向富贵，她们大多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但也很可能有一个艰苦的童年。有人会问，难道出身好、被保护得好，反而是一种错吗？这当然不是错，但你必须明白一个宇宙法则：未经衰大的精致，如同温室里的花朵，一旦风霜来临，最先凋零。而那些真金白银的福报，是需要极厚的德行与心力去承载的。一个人的聪慧，是吃亏吃出来的那股撼不动、压不垮的法道之气，更是被生活一次次逼到悬崖边上，独自杀出血路，硬生生给磨砺出来的。他们很可能早早远离家乡，心底燃烧着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。这种内心迸发出的无尽力量，让他们高度自律，像一台精密的仪器，永远在高标准地要求自己，不屑于自甘堕落，更绝不会为了任何人委屈将就。当然，这种强势的女人在婚姻方面可能会有些坎坷，但你要想明白，这根本不是坎坷，而是一种自动筛选。就像一座巍峨雪山，山脚下熙熙攘攘，
但只有最顶级的雄鹰才能飞抵峰顶，它的能量层级太高，自然会过滤掉那些星星、格局、能量无法匹配的男人。这不是他的错，是自然法则。艰苦的童年，是他人生的预科般勤奋自律的青年，是他积蓄能量的蓄电池杀伐果断的中年，是他能量全然绽放的爆发期。这一切往往会使他们拥有一份令许多男人都望尘莫及的事业和人生。这样的女人，万里挑一，可遇而不可求。第二，心量极其强大，绝不玻璃心。她拥有磐石般的坚韧耐力，不怕风吹雨打，经得起折腾，扛得了打击，咽得下委屈。我们常说，心量越大，烦恼越轻；心量越小，烦恼越重。这句话的背后是能量物理学。你的心就是一个容器，如果你的心只有一个杯子那么大，别人泼一点口水，你就满了，全是恶心和愤怒。但如果你的心像大海一样辽阔，别人就算把一车垃圾倒进来，大海也能不动声色地将其净化、消融。一个女人要活得皮实如大地，糙一点，不矫情。大多数女性身上都缺乏这一点，她们总想追求精致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所谓的精致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规训的审美？它让你把大量的能量耗费在外在的羽毛上，却忘了修炼真正的翅膀。女人偶尔需要粗糙一点，过于追求精致的外表固然美好，但一个女人真正需要的是内在的力量，是那种方便做事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生命需要皮糙肉厚，这样才能够更顽强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。这里的粗糙不是贬义词，皮糙肉厚就是生命力顽强，就是那种大开大合、不拘小节的行事作风。正如任正非所说，没有伤痕累累，哪来的皮糙肉厚？英雄自古多磨难，皮糙肉厚代表的是你能量场的防御力和修复力极强。没有殷实的家庭背景，又何必去假装名媛的精致？那种粗放的、狂野的、带着泥土芬芳的生命力，才是你扎根大地、向上生长的最大本钱。第三，爆烈如火，却怀开悟智慧。有一类女人，或许从小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，凡事只能靠自己，她们吃的亏、受的委屈太多，反而像被高压电击穿一样，很早就开悟了大智慧。她能在事业上杀伐决断，有自己的清晰版图。但提到他们的感情，人们总说多坎坷，错了，这根本不是坎，而是他们用自己颠沛流离的一生，给自己换来的一双火眼金睛。他们一眼就能看穿男人的脆弱、伪装和算计，所以绝不将就。这不叫坎坷，这叫觉醒。有伐道之气的人，爆烈如火，
有极强的边界感。有人一听爆裂如火就害怕了，心想这是不是让我去做一个野蛮不讲理的泼妇？大错特错，这叫不懂阴阳。此处的火不是毁灭一切的森林野火，而是炼钢炉里的那股火。它的温度极高，但目的不是破坏，而是提纯。它能烧掉一切杂质无理的冒犯，能量的吸取，把生铁炼成好钢清晰的边界，不可侵犯的尊严。他的勇是有谋略的用他的手腕，是带着慈悲的铁血，他的视野是能够纵横捭阖的魄力。这才是真正的雌雄同体，不是让你去模仿男人的粗鲁，而是去兼容他阳性的果敢、决断与担当，同时保有你阴性的慈悲、坚韧与包容。这股火是金刚怒目，它的底色恰恰是菩萨低眉。正因为内心有最深的慈悲，所以才要显化出最强的力量，以保护自己和值得保护的人。第四，如水一样包容万物，却有不变的内核。王者伐道的道，我认为就是鲲之德，大地之德。鲲德如水，他最终要活成一个像水一样包容万物、大气豁达的人。有人又会想，又要我爆裂如火，又要我包容如水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恰恰是最高级的智慧，叫外圆内方。他的火是对外的边界和锋芒，是用来破除一切妄念和侵犯；而他的水是对内的涵养和气度，是用来容纳世事无常、人情冷暖。水看似至柔，却无坚不摧，可滴水穿石，可洪水滔天。从道的角度来讲，至真才是至强，至柔才是至刚。这份包容绝不是没有底线的纵容，他的心中一定有自己坚信不疑的东西，那是他的道，是他的定海神针，并且他会亲身去践行。情感、善良，这些都属于水的特质，是最高级的上善若水。但这份上善如果没有火的护卫，就会变成被肆意践踏的懦弱。所以他一定是把最高级的善良留给最值得的人，把最真诚的情感给予懂得珍惜的灵魂。而无敌的女人是三无的王者，一个真正拥有伐道之气的女人，往往是一个三无女人，无情、无惧、无欲。首先是无情，女人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她自己。真正困住她的、打败她的，从来不是外面的任何人，只有她自己内心的那个心魔。心魔之中，第一魔就是情魔。这个无情，不是让你变得冷酷无情，没有爱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慈悲，是对自己情绪的绝对掌控权。他就像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，
在手术台上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和客观，才能精准地切除病灶，拯救生命。如果他对着病人哭哭啼啼，感情用事，那不叫善良，那叫渎职。当一个女人修炼到无情的境界，她就斩断了所有能被外界操控的体线。男人永远拿捏不了一个独来独往的女人，一个敢于享受孤独，并能把孤独化为力量的女人。她骨子里藏着浑然天成的霸气和与生俱来的傲骨，可以温柔并进，有虎狼的野性，也可有猫咪的温存。至于她展示哪一面，完全取决于来者是谁，而不是为了讨好谁。当一个女人无情的时候，她就不会在情感上被任何一个男人拿捏和掌控，她的喜怒哀乐由她自己做主。没有了情魔这块最大的短板，她就近乎无敌。第二是无惧。这种女人不管她拥有多少，她都不怕失去，因为她内心最深处知道，她所拥有的一切，无论是财富、地位还是情感，都是她内在能量的显化。只要她这个源头不枯竭，她随时可以创造出一切。所以她不怕困难，困难越大，她反而斗志越强，因为她懂得，困难就是宇宙给她出的考题，每答对一道，她的智慧和能量等级就跃升一级。这种女人哪怕跌进万丈谷底，她都能把谷底当成蹦床，利用那股反弹力让自己跳得比原来更高。她还是一个灵魂有趣的女人，越活越年轻，因为她们性格乐观豁达，有一种天真。这种天真不是无知，而是一种高级智慧。记性差，格局大，气量也大，小事不计较，大事不糊涂。他们懂得与自己和解，与生活和解，平静祥和地活在当下，专注于滋养自己的长处。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有男人的性格，有女人的性情，有能力爱自己，也有能力爱他人，装得了可爱，也驾驭得了成熟，无所畏惧，生活有分寸，灵魂很有趣。第三是无欲。一个真正强大的女人，你用世俗的小恩小惠去诱惑她，她根本不放在眼里。有人会说，人怎么可能没有欲望？的确，但他的无欲不是没有欲望，而是他的欲望已经超越了物质和情感的浅层满足。这就像一个吃惯了山珍海味的美食家，你拿一块发霉的面包去诱惑他，他只会觉得可笑。他早已看透，那些浮华的东西不过是过眼云烟，财富对他来说只是工具，早已不是目的。他表面看似冷漠，实则是心胸开阔，活得自在洒脱。他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不会嫉妒别人的幸福，不纠结过往，不斤斤计较，更不会自寻烦恼。他深知，凡是需要向外抓取的东西，都会有耗尽的一天，唯有向内探索，
才能获得永恒的富足，所以他会珍惜当下的生活，认真地爱自己，把身体这座圣殿照顾好。人活一世，做人做事，看透是一种领悟，看淡是一种财富。手抓得越紧，心就越累，心放得越宽，快乐才越多。我们都说无欲则刚，当他没有低级的欲求，他就没有了可以被利用的弱点和把柄。他就是如此，放荡不羁，爱自由。3，懂得隐藏美貌的女人才是真正的王者。普通人谈论女人，思维永远停留在美貌、身材、穿衣打扮这些表象上，而一个有伐道之气的女人，一定是既美又懂得藏美的女人。有人不解，既然美，为什么要去藏？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听好了，这叫不懂得能量守恒。一个女人如果把美貌当成自己唯一的、最大的筹码，就像一个国家把所有的军力都部署在边境线上，看似威风，实则内部空虚，一攻就破。美貌是最容易贬值的资产，它会随着时间流逝，会引起他人的嫉妒和算计，会为你吸引来无数只想满足欲望的狂蜂浪蝶，而不是真正同频共振的灵魂伴侣。真正聪明的女人，她的美只是她所有底牌中最不起眼的一张。它不彰显，你第一眼看甚至觉得它有些普通，但是越看越耐看，越出越舒服，仿佛它身上有一股温润的光，能滋养靠近它的人。它的美不易被发现，却值得用一生去珍藏。俗话说娶妻娶德，你去看那些真正顶级的企业家、智者，他们选的伴侣无一例外都是有深厚德行的女人，因为他们深知一个女人的德行决定了一个家族的兴衰。只有德厚才能载物，才能承载得住泼天的福报。而那些独来独往的女人，看似普通，甚至有点不合群，你以为她好欺负，活得像个孩子，但实际上她只是不喜欢扎堆凑热闹，不爱搬弄是非。她把别人用于社交和八卦的时间，全部用来滋养自己的内在。这样的女人才是真正的王者，是必有后福的。要知道，力量感不仅男人需要，女人更需要。想要宁静平和的生活，就得相信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，而真正的生活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，然后全力以赴去争取最好的结果。试着把所有不顺和不公都当成是来助你渡劫的能量包，把它们全部转化掉。世上没有永远的成功，但可以有永远的不败。即便现实失败，只要你心中的信念不灭，这就是你翻盘的终极力量。所以每一位女性都可以放下那个依附者的身份，用王者的心态开启自己的人生新剧本。当你读到这里，
如果内心有所触动，请不要让这份能量轻易流走，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我命由我，王者伐道。这不仅仅是一句评论，这是一次深刻的能量宣告，是你与自己内在神性力量的重新连接。每一次当你专注地写下这8个字，你就在向宇宙宣誓，拿回自己生命剧本的主导权。当成千上万个觉醒的灵魂共同发出这个誓言，我们将形成一个巨大的、充满力量的共振场。这个场域会反过来加持我们每一个人，走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。祝愿每一位女性皆修得一身伐道之气，静水流深，步履生风。因为你真的很好，你会越来越好。那么如何真正开始修炼这股伐道之气？知道了什么是伐道之气，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修，如何去练。否则一切都只是听上去很美的空中楼阁。真正的修行不在于懂得多少道理，而在于你是否真的在生活中一朝一夕地去操练。这里给你3个最根本、最落地的心法，从今天起就可以开始修炼。心法1：修炼的第一步不是增加什么，而是减少什么。就像一个高明的园丁，想让花开得茂盛，首先要做的是减掉那些消耗养分的枯枝败叶。你要断掉的是什么？1. 断掉无效社交和能量吸血鬼。审视你的朋友圈，那些只会消耗你、贬低你，让你感到内疚和疲惫的人，果断的、物理性的远离。你的时间和能量是有限的，必须把它用在滋养你的人和事上。独处不是孤僻，而是一个高效的能量充电仓。断掉精神垃圾的输入，每天让你焦虑、愤怒、攀比的短视频、八卦新闻、社会热点，立刻关掉。你的意识吃什么，你的能量场就呈现什么。开始主动选择滋养你灵魂的信息，比如一本好书，一段宁静的音乐，一次与智者的深度对话。3. 断掉对过去的悔恨和对未来的焦虑。过去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的力量只在当下。当悔恨和焦虑的念头升起时，不要跟随它，只是看着它，像看一部电影。然后深呼吸，告诉自己回来，回到当下。断是止损，是为你的生命能量建立一个神圣的结界，结界之内方能安心修炼。心法2：养。当漏的地方被堵住了，就要开始养我们的根本，精、气、神。伐道之气根基就在于旺盛的生命能量。如何养？1. 养身体。身体是灵魂的圣殿，是一切修行的基础。坚持一项你喜欢的运动，无论是瑜伽、慢跑还是舞蹈，让气血流动起来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这看似简单，
却是最高深的修行。当你的身体充满活力，你的心才会有力量。而养心神，每天给自己至少15分钟的静心时间，可以冥想，可以只是安静地坐着，观察自己的呼吸，目的是让那颗终日向外奔逐的心有机会回家休息。心静下来，智慧才会浮现。3. 养自然之气，人是自然之子，脱离自然就会枯萎。多去公园、山林、水边走走，赤脚踩在草地或沙滩上，这是最快速的接地气方法，能瞬间释放掉你身上的负能量，重新连接大地的疗愈力量。养是积蓄，是让你这盏生命之灯油量充足，灯芯明亮，足以抵御世间的狂风。心法3：练，断是防守，养是蓄力，而练则是主动出击，是将外界的压力转化为内在力量的炼金术。如何练？1. 练是遇到问题，尤其是那些让你烦躁、恐惧、想逃避的事情，把它看成是修炼的道场，把抱怨和情绪化的时间用来思考这件事是来教会我什么功课的，是耐心，是智慧，还是勇气？当你带着这个心态去处理事情，再棘手的问题都会变成你升级打怪的经验值。而练心，在人际关系中，特别是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，他们是你最好的镜子，照见了你内在尚未疗愈的创伤和需要完善的课题。感谢他们，然后借此机会向内看，去疗愈那个受伤的自己。当你内在的功课做完了，那个让你讨厌的人，要么会自动从你的世界消失，要么不再能影响你分毫。3. 练愿，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超越个人私利的更大的愿景或使命，这个愿会成为你穿越一切艰难险阻的北极星。当你想放弃时，想想你的愿，它会给你源源不断的力量，让你从小我的得失中跳脱出来，进入大我的开阔境界。断、养、练是修炼伐道之气的3位一体。断，让你干净养，让你强大练，让你超凡，日复一日，功不唐捐。终有一天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需要向外寻找任何力量，因为你自己已然成为了那股无坚不摧的道本身。当你修到了一定境界，就会出现男人特质，杀伐果断，清晰坚毅。当你突破高级状态，一定是雌雄同体，阴阳平衡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